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分配好妖圣精血后，告诉妖明，他这次来九幽地冥莽族还有一事相求。妖明摆摆手，让萧炎有事尽管说，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莫说一事，就是当副族长他都答应。萧炎将太虚古龙一族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番。妖明知道以妖啸天的性子，只要有足够的利益，的确会去帮三大龙岛。不过现在族长换了人，他向萧炎保证，九幽地冥莽族绝不会去帮三大龙岛。妖明比妖啸天看得更远，这场战争若是三大龙岛赢了还好，可若是输了，以太虚古龙一族的性格，九幽地冥莽族绝对讨不到好。更何况现在东龙岛出现了传说中的龙皇血脉，他可不觉得三大龙岛最后一定能赢。不过他们不插手，天妖皇族肯定会出动强者帮三大龙岛的。萧炎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紫妍出事，如果天妖皇族执意要插手，只能采取另一种手段。他希望妖明能帮忙一起截杀天妖皇族派出去的人。萧炎以性命向妖明保证，只要这件事能解决，以后太虚古龙一族和九幽地冥莽族将会是铁一般的盟友，而天妖皇族也必定会从三大种族中剔除。妖明沉默片刻，直视萧炎，若是他的保证能够生效的话，他便仗着胆陪他疯狂一把。得到萧炎的保证后，妖明便派出族中的强者监视天妖皇族的举动，只要他们有强者动身，他便立刻通知萧炎。萧炎谢过妖明后，还跟他提了一下他们要借用九幽黄泉的事。妖明说这都是小事，让他们随意。九幽黄泉中蕴含的阴寒之力，对寻常强者来说是致命的。不过这对本就十分阴寒的七彩吞天蟒来说，完全不在话下。萧炎将菩提大还丹递给彩铃，让他关键时刻吞服，这个能大幅度提升他进入半圣的成功率。彩铃这番修炼需要的时间恐怕不会太短。萧炎说，若是中途他有事离开，会嘱咐妖明派人守护他。彩铃眼波流转，突然上前，红唇轻轻地印在萧炎嘴上。萧炎有些失神，手臂条件反射地拦住彩铃柔弱无骨的腰肢。彩铃偏过头，让萧炎小心一些，记住，你的命是本王的。听到这句曾经映入灵魂深处的话，萧炎有些愣，转过头看到彩铃那张妖娆的脸上带着冷傲和倔强。萧炎刚想说话，彩铃悄然一笑，娇躯一晃，化身庞大的七彩吞天蟒，头也不回地冲进九幽黄泉之中。片刻后回过神的萧炎摸了摸嘴唇，目光有些复杂。自从生了小潇潇之后，彩铃的性子仿佛变得柔顺了许多，对萧炎更是言听计从。但今天萧炎才知道，彩铃骨子深处还是曾经那个冷傲的美杜莎女王，只不过她为了萧炎和潇潇，强迫自己成为了贤妻良母。萧炎轻叹一声，相比所谓的贤妻良母，他还是更喜欢彩铃展露本性。萧炎在身剑上方的巨石上盘腿而坐，在动身前往阻截天妖皇族的强者前，他必须要让自己更强。萧炎不仅得到了黄泉指、黄泉掌以及黄泉天怒三大黄泉绝技，还得到了黄泉妖圣对于这三种斗技的种种领悟。他有着绝对的信心，即便是现在他施展出来的这三种斗技，威力也会比妖明施展的强上数倍。萧炎张嘴一吐，开始用异火煅烧妖圣精血。大概4个小时后，妖圣精血入体，血液中的能量狂暴的出乎萧炎的意料。好在萧炎很快就稳住了心神，开始不急不缓地控制那股能量。半个多月后，天地间的能量仿佛受到牵引一般，汇聚在萧炎头顶上空。萧炎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，一股能量金光爆射，硬生生地将前方的山壁洞穿出2个黑洞。被惊动的妖民大笑着恭喜萧炎进入一星斗圣后期。萧炎感受了一下下方依旧在修炼中的彩铃，目光转向妖明，问他天妖皇族可有消息了。妖明收住笑容，根据他得到的消息，天妖皇族会在这几日派出强者前往虚无空间相助三大龙岛。天妖皇族派出的强者大多在斗尊层次，值得萧炎他们注意的只有3个天妖皇族的太上长老。这3位太上长老号称天妖三皇：凤凰、鲲皇以及鹰皇。其中凤凰是2星斗圣中期的强者，另外2个分别是1星斗圣后期和1星斗圣中期。这3人联手，就算是3星斗圣都能对战。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不管怎样都绝不能让他们插手。
萧炎笑着问妖明，可敢出手斩断天妖皇族的左膀右臂？妖明沉吟片刻，他既然选择了东龙岛，那自然是要去的。萧炎决定明天就动身前往虚无空间，3日后截杀天妖皇族。另一天，萧炎袖袍一挥，在九幽黄泉上设置了一个感应屏障。这个屏障不仅能护住九幽黄泉，也能让他第一时间感应到下方的动静。萧炎嘴巴微动，传音给下方的彩铃，让他安心修炼。在他们离开后不久，黄泉深处的七彩眼瞳缓缓睁开。片刻后，彩铃低下头，望向九幽黄泉最深处。从一进来，他便隐隐感觉到一种若有若无的召唤。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感应，彩铃能确定召唤他的是比封印妖冥还要深的尽头，那里就算是有着异火守护的萧炎都不敢踏足。虽然这些年被萧炎保护的感觉不错，可彩铃还是喜欢自己比萧炎更强。虽说现在有点困难，但总归也要尽力才行。说罢，彩铃蛇尾一甩，朝着九幽黄泉的尽头而去。妖明带着族中6位长老跟随萧炎，这6人中只有1位终极半圣能入萧炎的法眼，其余5人顶多只处于9星斗尊的层次。妖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让萧炎不要见怪。如果不是妖啸天和大长老的话，他九幽地冥蟒族也不会如此寒酸。萧炎笑着摇摇头，他们只要能将天妖3皇击败，其他的都不是什么问题。萧炎等人在距离天妖皇族所在空间不远处埋伏着，妖明安排的探子身上有他设定的空间印记，只要他们撕裂空间，就必定会有所感应。2天的时间眨眼便过去了，一行20多人的队伍出现在这片漆黑的虚无空间中。这行人中还有2张熟悉的脸，分别是凤青儿和九凤。为首的昆皇说，今日要相助3大龙岛，一举击溃东龙岛。红衣凤凰目光一闪，不用赶着那么急，让他们多火拼一下，死得越多越好。等解决掉东龙岛，得到龙皇血脉之后，3大龙岛迟早会被他天妖皇族铲除。话刚说完，一股危机感从凤凰心中升起，他还来不及反应时，下方的空间乱流中，一股股强悍的斗气射进天妖皇族。凤凰回过神，何方无胆鼠辈，居然敢偷袭我天妖皇族，找死！一道大笑声响起，妖明出现在天妖皇族众人对面。凤凰看到妖明，眉头一皱，这家伙不是走火入魔陨落了吗？居然还没死！但不管他为何没有陨落，都别想在他们一族头上撒野。萧炎出现在妖明身后，讽刺天妖皇族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听到后方，凤青儿和九凤惊骇地叫着：“萧炎！”凤凰脸色一沉，对于这个害得他们失去龙皇本源果的罪魁祸首，他们天妖皇族可谓是恨之入骨。萧炎随意瞥了一眼实力原地踏步的凤青儿，以及达到9转斗尊巅峰的九凤，随后笑眯眯地说：“只要他们带人掉头回去，就不会动手。”凤凰脸色阴沉，怒骂萧炎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让他们掉头。而且3大龙岛怕是已经彻底包围东龙岛了，等他们赶过去，见到的说不定只是一片废墟。萧炎袖中的拳头猛然握紧，他没想到3大龙岛居然如此急切。萧炎不想再和天妖皇族多说废话，他让他们现在滚出虚无空间，不然便一个都别走了。听到萧炎说话如此不客气，凤凰阴沉地说出杀了。妖明仰天大笑，他也想看看这么多年他们天妖3皇能有什么长进。凤凰下令让昆皇解决萧炎，鹰皇则将其他闲杂人等尽数杀掉，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和妖明狠狠地碰撞在一起。萧炎身形一动，直接出现在昆皇身前，体内金光暴涌，一个可拦不住他，还是2个一起上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